我们要怎么样在家就可以知道我们可能有骨质疏松症呢？大家好，我是你的骨科医师戴大为。今天我们要来谈谈，我们要怎么样在家就可以知道我们可能有骨质疏松症呢？那因为骨质疏松症本身是一个没有症状的疾病，它在发生骨折之前，你很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有骨质疏松症，一直等到骨折那一天发生才知道啊，惨了，原来我的骨头这么疏松。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谈谈有什么样的蛛丝马迹，你在家就可以知道自己可能有骨质疏松症，那你的长辈可能有骨质疏松症，应该要赶快就医检查。现在可以跟大家分享4个有可能的蛛丝马迹。第一个就是你的身高变矮了，身高如果跟年轻的时候比较起来，已经矮了3公分了，那就要小心，可能会有压迫性骨折的情况哦。这个就是一个骨质疏松症的警讯，所以这个就要赶快就医去做骨质密度的检查。第一个，这就是身高。那第2个呢，就是体重过轻。如果你的体重很轻，就是人家都跟你说啊，你是林黛玉型的美女啊，或是你太瘦了啊，或者是你年轻的时候就是那种婀娜多姿、很瘦，人家很羡慕的身材啊，这个就要小心，年纪大了以后很可能会有骨质疏松症。那根据统计呢，在 BMI 小于 18.5 的人比较可能有骨质疏松症。那另外就是也可以有一个很简单的公式可以算算看，如果你的年纪减掉体重是大于10的话，那你要小心哦。如果你是60岁，那你的体重是48公斤，60减掉48是12，12是大于10，那这个就要小心了。你有60%的机会，很可能之后会罹患骨质疏松症，所以可能也要赶快去做一下骨质密度的检查。那第3个呢，就是头枕部与墙壁的间距，就是你可以把你的头枕部呢靠到墙壁，所以你站着靠到墙壁。如果你的头枕部呢可以靠到墙壁，那就 OK 的。但是如果你的头枕部呢，它没有办法靠到墙壁，就是有一点驼背，那头枕部跟墙壁的间距大于3公分的话，那这个也要小心，就是有驼背的现象。那驼背呢，这很可能就是因为你的脊椎已经有压迫性骨折了，所以才会越来越驼背，这个也要赶快去检查。那第4个指标呢，就是肋骨下缘与骨盆的间距。这样子讲，大家可能会不太清楚，其实就是你身体的侧面这个地方，身体的侧面你可以摸摸看，在你的肋骨下缘跟骨盆之间，它会有至少要有3指幅的间距。如果它已经小于1指幅了，或者是小于2公分的话，那这个可能就是也是一个驼背的现象。那这个也有可能是因为骨质疏松所造成的。那所以这个也要赶快去做骨质密度检查。所以有4个蛛丝马迹，各位可以看看是不是家里面的长辈会有这样子的情况，那就要赶快带他去做检查。那4个呢，就是身高变矮、体重过轻，那第3个就是头枕部，还有第4个是肋骨下缘。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给大家的一个观念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注重自己的骨质密度，注重自己的骨骼健康。我是骨科医师戴大为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